这一集的前线开讲呢，可以说是所有前线开讲里面这个成本最高的一集啊，而且是最好玩的一集。首先我们看一下桌上的这些玩具，我们要不要在他们还没有介绍之前，我们先来自己介绍一下我就喜欢这种篮球明星，是詹姆斯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没有很贵啦。这是我小时候玩的《忍者神龟》。这个我最近在一个新闻网站看到，这只神龟现在价格$4000，真假的？应该是真的啦，就带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怎么知道？今天看到其他人的这些是丢脸。林轩，你先说一下你带来的是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一定是全场最贵的。对，我这个应该是这个蜡笔小新跟侏罗纪公园的这个恐龙的一个联名款，在 Donkey 买到的，15块。是它现在的价格，2年后我跟你们讲，不晓得哇，7块半是不是？7块半是不是？是贴车版。这一集呢，可以说懂的人都懂，不懂的人呢，还真的不太明白我们聊的这些话题啊。不懂应该就是我们2个了，懂的就是这3位了。是。首先我们欢迎的是呢 Mighty Jack 这个潮鞋公司的创办人 Jackson， 大家好。还有呢，就是潮玩收藏家兼潮玩店的老板 Skoy Collection 的 Sean， 欢迎。大家好。那在我身边这位呢，也是一位潮玩收藏家，不过偶尔会在这个八频道戏剧里面客串一些角色。什么偶尔？我的主要工作是八频道拍戏剧的。今天我们揭开你另外一面啊，林姐，欢迎。大家好。这2个就是我们就是品牌去创造的。那这个是跟海贼王日本的这个 One Piece 的这个 IP 合作，全部都是手工的制作，不同的木加在一起。然后这个大概是200多300件吧，我们做了，然后售价是大概$1200左右。哇，$1200，就也是24小时就销售完毕这样。这个是泰国的这个艺术家合作创造 Mickey，这个也是大概$600左右。然后我本身也是收藏家嘛，所以我也带来了我的这个最新刚刚购买的这个产品，Bounty Hunter 跟 Supreme， 所以这个我是在纽约就排了大概2个钟头才能就是买得到。来，我今天带来2件可以说是潮玩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2件作品，就是美国的设计师 Brian，他设计的 Kaws。那这一支呢是2002年发售的，当时才$4000多，大概新币就60块。那你要说一下现在的价格？现在的价格啊，如果是像我这样子全新的话，可以到2600到2700新币左右。对，2600。2600新币。对。这一支是 OK， 这为什么说这是有历史的意义呢？因为它是潮玩在那个拍卖场上的一个新的一个记录。它当时在莎士比跟 Philips 上的价格大概去到了$8万。大概是你没有听错，是美金8万。你是说这个东西就摆在这里的8万？8万美金，对，就是它，对，就是这个 size， 就是这么小。走吧，可以收工了。小心啊，小心！不是我这个我还是别拿了吧，人家8万呢，你什么情况？有可能8块钱就不错了。明杰呢？你带来的这两个？一个是 Burberry， 一个是 Kaws 的，但是 Kaws 近几年有出很多 Holiday 系列，就是在不同城市限定。对，所以这一支是长白山。因为有些时候 Kaws 给人的感觉是有点丧，有点颓，对。但是这个我觉得很有温度，因为他抱着孩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很触动，所以我就当时收集了这一个。然后这一支是 Stash， 是美国的一个对，然后他跟 Burberry 合作，然后那一次我正好去了他的那个活动，然后遇到他本人，所以他有亲自签名在这里。对，哎呦，这个是无价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义。所以我很好奇的是，怎么样定义什么是潮玩啊？是不是因为价格一定要很贵才可以就是称为叫做潮玩？
其实不是哎，潮玩顾名思义嘛，潮流玩具，所以它只要带有潮流的属性，让你觉得 fashion，然后东西不一定要很贵，其实它的零售价都很合理的，只是因为二级市场的一些供应关系，然后造成了这个价格的上涨。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些潮流属性的一些 element， 就好像艺术家或者是品牌，就好像你看这个 Bounty Hunter 跟 Supreme 是2个品牌连接出来，做出这个产品，所以就算一个很 high level 的一个潮玩。然后你也有就是很经典的 IP， 好像 Disney 或者忍者龟这样子，或者蜡笔小新，或没有蜡笔小新没有，就是谢谢你，杰森。然后接下来你数量一定是要限制的如果是限量版对，一定是要限量版。那不管是200件啊，或1000件、10000件，都会要有限量版。然后这就会产生一个2级市场的一个增长。对，提问，潮玩跟什么模型、手办这个是有区别的吗？还是一样的东西？手办之类的，可能并不那么的在艺术的领域之内所以我们现在讲潮玩，其实会更趋向于有艺术属性的一个玩具有设计感在里面，设计感有设计师的这个对。Jackson， 因为你看这2位他们带的这些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 IP， 或者说有艺术家联名，可是你们公司有自己设计或者说生产这一类的潮玩，你们的公司是怎么一个业务在做什么？那我们是 end to end， 从设计、生产到批发，和艺术家合作、品牌合作，都是整个团队去操作的。刚才你讲到他们的历史就 Burberry 或者是 Costly， 你可以想象成就是20年前、30年前左右，插画家怎么变成一个 contemporary artist， 艺术的价格就增长很大，就跟潮玩一样的，就他们也是从20年前、30年前就开始了，所以你们也开始我们就需要有这段时间去做这个品牌的这个 development，所以我们做的是就是独自的 IP 的创造，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猫的系列就是点心猫，然后就是你的 Nyan Sam Dim Sum 猫之类的，然后我们也做了这个 perfume 之类，就是你能闻到这个烧麦的这个味道，蛮有意思的。所以这个 IP 我们是自创，然后也跟银行做 credit card 之类的联名。就有不同的促销啊。是 OK， 怎么能够把一个 IP 做红，大家愿意为它花钱？有些好像就红不了呢。我看到的是艺人带货，好像就粉丝对，因为我认识这只熊也是当时就看了那个陈冠希的很多照片，陈冠希就是始祖啊。对，我们华人的在玩潮玩这一块的始祖。而且明星其实你要看他是潮流明星还是普通的艺人，因为潮流明星他的个性都很分明，他的穿着都会引起很多年轻人的效仿。你们收潮玩，你们会怎么跟他互动？你们会抚摸它，还是它一般我们不会去把玩它，它其实就是放在家里。那更重要的是怎么去保养它。我们更在意的是怎么10年之后、20年之后，它还是这个样子，它不会因为一些天气的原因变脱色、变色还是怎么样。所以我们更在意的是这一点。通常我就是会找一个很美的地方去摆设，然后每2个月就换一下。其实对，我觉得潮玩是一种 lifestyle。对，就是你家里面的摆设的一种，就是你摆在那边，就好像说今天摆这边，我觉得哇好美哦，那个灯光过来，这个摆的很有感觉。然后可能改天你会把它摆在另外一个地方，那种氛围感，你看大家为什么要买 Burberry？你在一个地方、一个家或者是一个店里面摆一只 Burberry，我这个店就是潮啊。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潮玩的价值我有个问题就是。它会不会是一个有价无市的产品啊？就比如说你当然可以叫价几万块，真的有人会花这个钱买吗？以我的经验来讲，我觉得有适当的溢价，就是它超过它原来的 retail price，是有助于这个市场的发展的。因为我跟很多厂家聊天过，他们收东西是不卖的，但是当这个产品今天涨价5倍，他们是会很开心。他会有一种满足感。我看到这5年来尤其前2年我看到很多国际的拍卖行，
通常是做传统艺术品。但最近呢，他们都做拍卖玩具，潮玩是的，是的拍卖。对，而且不只是传统的这个拍卖行，而且你有好像 Pharrell Williams 之类的，就是很 trendsetter 的人去拍卖他们自己的东西，都超越他们的估计。对，有问题。可是我就觉得，干嘛要炒到这么贵呢？你像我们蜡笔小新，一个15块，就每个人都买得起，每个喜欢他的人都有拥有他的那个可能性。你们这些搞到很多万块，我很喜欢，可是门槛拉高了，就让一些真正喜欢他的人，不是就进不了这个门吗？很好的问题，但是对你一直在问蜡笔小新的事情，我很喜欢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好像很多消费品，就比如说鞋子或者就包包啊之类的，奢侈品它肯定奢侈品，所以你肯定有很多比较 basic level 的这个产品，就是大致上每个人都能购买，但你需要有一个更不同的 level 的，所以他们才能够跟这个路走嘛，去收藏。对，有一个目我觉得是这标样子，可以对一个目标。进阶去下一个层次。没有，你们会不会担心说，我这个潮，尤其是少你有很多货囤在那里，万一过了几年之后，这个热度减了，或者这个 IP 无人问津了，那你那一屋子的东西，就可能瞬间就价值就没有了。我们是为了热爱而去买这些东西的。当你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要做好准备。如果今天这个潮玩一文不值，你是不是还喜欢它？放在你家里，你是不是觉得还会给你带来开心？这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，更重要的。对，而不是单纯的是看它的二级市场的一个价格。对。我觉得这种就是收藏家的一种心态，不管是收集球鞋也好，就是你即使它一文不值了，你在家里看了我爽。对，我看来是你会开心吗？可是 Jackson 要问你，因为你自己有设计或就公司有设计或生产，你们如何确保这个潮玩不会一文不值，并且说它的价格会一路往上？他明年就出10只，越出越少，是这样子吗？你会做什么考量吗？数量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，好像比如说出唱龙的话，那当然出唱龙它可以有更大的一个数量，但如果是一个比较小名气的一个艺术家，那你要培养他，就可能就50件、100件，就慢慢的去培养他的这个收藏家的这个群。所以其实你们是互相成长、互相陪伴。是我们的 focus 通常都是跟艺术家一起走这个成长的路线，然后有很多艺术家跟我们走之后，真的是卖几百万的这个，或者他们大红了，对，就大红。哇！所以你店里卖过就是翻最多倍的潮玩，它利润是多少？如果讲实际的这个数字的话，可能这个是其中一个，因为现在二级市场是大概1万美金左右，所以原价你买原价是1200美金。那我也想问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，大家如何看待新加坡的这个潮流或者潮玩的市场？因为香港或是日本一定是一个中心嘛，那新加坡的这种国际地位如何呢？新加坡对潮玩这一块不是那么大众，因为我们跟周边的地区比啊，香港、台湾、日本这些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地区，因为他们在9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做一些独立的设计产品、设计潮玩了。那新加坡因为比较可以说稍微慢一点，对，但是这5到10年是有上升的蛮快的。那如果我们市场来看新加坡的话，的确是有点小啊，这就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就是现状了，对吧？但如果说到品牌来自于新加坡，其实有2-3个品牌，我觉得在潮玩跟周边的产品，都是数1数2在全球的。你们有卖过你自己的收藏吗，明姐？这个就要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刚才 Sean 所讲的，玩具没有好好保养的原因，就是这样。对，说这个是什么墨汁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因为它来是跟着盒子，那因为新加坡的气候，当你收藏不当的时候，它的那个泡沫，黑色的泡沫就会印在玩具上面，这个就是擦都擦不掉。这算是特别啊！现在全世界就它一只这样是，所以你要卖也卖不掉啊，对啊。我就觉得我反正买的是回忆。OK， 那Sean肯定有吧？对，因为我职业的关系，所以我一定会在意这个价值的问题。
潮玩这个东西啊，有点像股票，就是说你要看一只股票能不能涨，其实你要做很多分析的，你要知道这一只是跟谁联名的。然后这个艺术家是不是在上升趋势？是不是最近办的展览很多？然后我就会想，这个艺术家有可能会涨哦，然后我就要早点下手。你要知道它最高点的时候把它卖掉。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啊，作为藏家来讲，好像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殊，我是属于藏家跟商人之间，那我必须取一个中间点，我到底要不要卖？我不舍得卖，但是。如果有一些藏家，我觉得他能把我的玩具保管得很好，而且他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卖，其实我会以很好的价格卖给他的。就是他不是纯粹为了要去赚他的利润。对。如果买你东西的人完全不懂，是那种土豪来的，你会不会心里面有点心里的感受是怎样的？300只我全部买。对，我们肯定不能300只全部卖，或者。多过2只，我们也不能够。是吧？对，会控制，我们会控制数量，一定。就有人这挺重要的，一次过拿货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不是钱的问题，就是我们需要有很多人去欣赏这件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钱多到不能拒绝也不行。不能这么去操作一个潮流的一个品牌的，对，你需要控制谁能买得到，对，谁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它会就是拉近每个人他的圈子里面的人去喜欢这件事。藏家会，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挺重要。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最终欣赏的话，他们的这个 influence 挺重要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你们在说这个潮玩，说实在话，是可以控制、操纵它的价格的，对不对？像是刚才我们提到说，比如说你们制造玩具嘛，你可能限量版，你出数量上控制，制，所以这样子对于玩家来说，会不会是你觉得不太公平？是对啊，就是我觉得我要还多少钱，这是你决定的嘛。当然，怎么得到一个售价的话，这个是的确有自己的一个算法啦。就比如说艺术家的费用啊，或者是材质啊之类的东西，对吧？那比如说我们看到 COS actually 是一个很著名的艺术家嘛，所以他能够拿的一个价格是很高的。但他第一次放出这个产品的时候，有很多时候都是200到400美金左右。那他就是把数量放大，或者是我们所谓一个Open Edition，对，每个人都能够在一个某段时间去购买这件事，所以是很公平的一个事情。那到了二级市场的时候，它的增长，不管你是卖400或者是4000，它还是同样的去增长，因为你的这个数量已经被控制了。那我们不能够操作的一个东西就是流量吧，就是粉丝的流量，我们不能知道有多少人要这个东西。对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，我们其实不能够控制这整个这个 economy。Sean 是2级市场的这个游泳的人呢，那个海浪是不是真的是你们人为造浪，再让大家去？很多人以为是2级市场这些商家在炒作，其实，以商家的角度来讲，做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们说要炒作一款单某一款潮玩的话，你成本非常的高。如果你要控制这个市场的话，首先你要问商家，问你自己，你敢花这么多钱把这个买下来吗？万一卖不掉，你几年就白做了。这个风险非常的大。其实真正的还是市场的一个需求。其实商家只是一小部分。它并不能完全控制整个市场。还有哪些因素会左右一个潮玩的那种热度高低呢？举个例子，艺术家比如说这个艺术家在这2年很多展览，然后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大的画廊的一些展览，所以就会有很多收集艺术人入场，所以会造成它价格的一个2级市场上涨。做我们2级市场的，我要很关注每天发生的事情，所以我每天都在看手机、看新闻，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个就跟投资什么股票这是一样的。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们听过 Daft Punk 这个乐队吗？Daft Punk 解散了吧？在有要解散之前的消息，你听到的时候，你就要具有这个敏感度，你就要想这时候是不是要买点东西了。看新闻，各位多重要啊！看新闻是很重要的。难得请到3位，我觉得要请大家来为，不管是要刚刚踏入这个潮玩界的朋友，或者是已经收藏很多年的朋友，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？
真的要买你们喜欢的，真的会给你带来快乐的，而不是就是单看它的一个价值，它的一个增长。对，要真的喜欢。因为审美是个人的嘛，对所以这个很重要。但我也能建议啊，就是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做法，就是你每件就买两个，然后一个收住在一个收住，对，然后另外就摆设嘛。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当做一个投资方面的一个想法，其实挺不错的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现在买不起没关系，等到你有能力买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意义更重要。热爱是无价的，永远买不起都没关系，但是你要有一个梦去追就对了。永远买不起，有点可怜。有些东西真的是永远都买不起的。可以从蜡笔小新先开始。今天也要谢谢3位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想收看更多有关于前线开讲的视频，可以上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各大社交媒体平台。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潮玩是我在刚开始收集潮玩的时候，在就是实体店里面买的一件潮玩。那它并不是很贵，但是我觉得这只潮玩可以呈现出我当时的一个精神状态，或者是我当时的一个个性。所以这件潮玩的至今还是在我家里放着，我是没有打算要卖的。它没有一个实际的价值，但它有市场的价值。我不是专家了，我没有资格为它定义说它是不是投机或者投资，但是我明白有人为它愿意去在某个市场炒作。为什么你拿着这个？他想参与讨论，对吗？他想说，收藏玩偶不在于价值，在于我对它的热爱。我看到它摆在我家里就开心，对吗，詹姆斯？